见过曹德旺花了100亿创办的大学吗？这里大学专门为中国培养高科技的尖端人才。听过，但是没有见过。这所大学到底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呢？今天就让我们科技大学呢是位于福建省的省会城市福州。2022年5月14号啊，这里开始动工，现在呢已经开始面向全国招生。招生的录取分数呢，预计啊是中国前5名大学的平均分数，学费呢大概是6000元左右。他的首任校长是之前哈工大和西安交大的校长王树国先生，是一个充满国家情怀的正能量校长。说来也巧啊，他和曹德旺先生的名字的第2个字和第3个字组合起来，刚好是树德国旺。树德国旺，国家兴旺，大家可以打出树德国旺。福校科技大学的专业设置啊，和其他的大学不同，它的重点呢，就是为我们国内相对弱势、容易被国外卡脖子的科技领域培养高科技的人才，可以说是肩负使命、负重前行。其中的专业啊，涉及到材料、半导体芯片、高端制造自动化技术、环境科学等等，立志为中国的企业培养真正的研究型、实用型人才。让人敬佩的是，这所大学的建设费用啊，全部由曹德旺先生从个人的口袋里面掏钱，没有用国家的补贴，也没有社会的捐助，并且据说学校建成之后，如果国家需要，无偿的捐献给国家。而且曹德旺先生还向社会表态，这所大学建完以后，会把办学没有用完的钱，还有自己口袋的个人资产，再凑出100个亿作为奖励跟助学基金来供养这所学校，并且面向贫困学生免除学费，提供奖学金支持。更不可思议的是，校长王树国在福耀科技大学竟然1分钱工资都不领，这种精神是不是值得为他们点个赞呢？曹德旺办学的目的啊，不是为了自己的企业，而是想要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用教育来强国。如果说中国只有2个企业家，一个是任正非，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曹德旺。他不做金融，不搞房地产，一心只想着做好玻璃，在玻璃产业赚到了钱，就转身投入到慈善。直到现在啊，曹德旺先生的累计捐款已经不计其数，这让我想起了100年前的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慈善家，福建厦门的陈嘉庚先生。他倾尽资产，不为牟利，创办厦门大学，为国家培养人才，最后无偿地将学校捐给了国家。100年后，又有福建福州人曹德旺先生拿出100亿创办福耀科技大学，为祖国的科技领域培养人才。像这样的爱国企业家，才是我们值得用一生去追求的明星，因为他们的存在会让中国的明天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闪闪发光。让我们一起打出越办越好，送给他们，送给福耀科技大学。也希望我们的国家像这样的大学能够越来越多。关注阿波，让我们一起为正能量点赞。如果不是他，中国现在不可能有14亿人口。400多年前，他冒着生命危险，偷偷从菲律宾带回了一种神奇的植物，养活了无数的中国人，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记住的英雄。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今有袁隆平，古有陈振龙，他就是陈振龙。你们知道他当年带回的到底是什么植物吗？我相信每个人应该都有吃过。今天阿波呢就给你讲一讲关于这位英雄的故事。这里呢就是陈振龙的家了。他当年啊冒死带回来的植物呢，就是大家餐桌上啊都经常吃的地瓜。那他为什么要把这种植物带回到中国来呢？陈振龙是福建的一位普通的商人，出生于明朝的嘉靖年间。小时候啊，他饱读诗书，成绩优秀。20多岁的时候啊，他就考中了秀才。可能呢是遗传了福建人爱拼会赢的基因，陈振龙年轻的时候就选择了弃儒从商，从福建出发下南洋去菲律宾做生意了。这期间呢，他经常往来菲律宾啊跟福州之间，自己确实呢也赚到了一些钱。可谁能想到，在明朝万历年间的时候，也就是1593年，福建闽中地区遭遇了罕见的旱虫灾害，田地里面的庄稼啊可以说是颗粒无收，百姓呢流离失所。陈振龙看到同胞受苦，心里非常的难过。为了拯救同胞，陈振龙呢在菲律宾当地发现了一种神奇的植物。这种植物呢，它对土地不挑，而且呢又特别的好种，产量又大，
不管是生的、熟的，都可以填饱肚子。就连它的叶子呀，竟然都是美味佳肴。于是呢，他就有了一种想法，因为家乡福建呢山多地少，土地贫瘠，又经常的闹灾荒，所以很多人呀，甚至连肚子都无法填饱。他心里在想，要是能够把红薯引入到福建种植，那岂不是可以养活很多人的生命？其实大家呢可能还不知道，红薯这种植物啊，它是原产于美洲，后来呢被西班牙人引种到了菲律宾。当时的菲律宾呢，把红薯当成是国宝，任何人绝对不能够外传，严禁出口。陈振龙当时呀，想把红薯带到中国来种植，可谓是难上加难。但是为了拯救同胞，陈振龙决定呢铤而走险。第一是他在坐船的时候，把红薯藏在自己带的箱子底层，结果呢过海关的时候，一下呢就被查了出来，不但被没收了红薯，陈振龙还被暴打了一顿。但是为了拯救家乡百姓，他不死心，于是第二次，他把红薯的藤条编入一只手提的藤篮当中，想要拎着篮子蒙混过关。要说这种方法呀，已经是天衣无缝了，但还是被查了出来。这一次，除了被暴打以外，陈振龙呢，差点还被送进了监狱。但是为了解救同胞的生命，他仍然不死心。第三次，他将红薯的藤条偷偷地编入船上的一根绳子当中，外表呢还涂上了一层泥巴。这一次，他终于将红薯顺利地带到了福建。从此，红薯呢就在中国落地生根，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并且让我们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饥荒。到了清朝，也正是因为红薯的大面积的种植，中国人口开始激增，在道光15年的时候，更是达到了4亿以上。而红薯也成为了当时主要的粮食来源。红薯见证了我们先辈们生活的不易，见证了我们从贫穷到繁荣的艰辛路程。陈振龙冒死把红薯引进我国，改善了我国农作物的结构和中国人的食谱，成为了我国旧时代度过饥荒的重要食物之一，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如果真的要让我们用一句话去赞美陈振龙，我觉得不如打出3个字：谢谢您。关注阿波，让我们一起为伟大的人点赞。新疆人太狠了，竟然在这里面悄悄挖了一条长达5000公里的暗道，被称为地下长城坎儿井。它跟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被称为中国古代的3大奇迹工程。我现在呢就带你们一起进去瞧一瞧，你就知道这个2000多年前的工程究竟有多牛了。走吧。这个工程奇迹是在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火焰山脚下，这里1年的降水量仅仅只有16毫米，但是雨水的蒸发量却达到了惊人的3000多毫米。像这样缺水的环境，估计连妖怪都存活不了。但是这里距离天山不远，天山上面的雪水融化之后呢，渗入地表，就形成了充沛的地下水。但是如果想要把这些地下水引到吐鲁番火焰山附近的村庄里，这些水可能很快就会被阳光给蒸发完。于是当地人呢就创造出了一种举世无双的地下水利工程——坎儿井。在古代没有任何的导航系统，这么复杂的地下工程究竟是怎么开挖的呢？我现在就带你们一起到下面去好好的看一看。坎儿井呢是分为竖井、明渠、暗道还有涝坝所组成。在开挖之前呢，这里的维吾尔族人就特别的聪明，他们知道水有水脉，风有风线。他们首先要勘测哪里呢会有地下水，哪里能够挖得出水，然后呢要知道地下水的深度跟水位，然后再开始测绘制作坎儿井的这些图纸。你们想一想，2000多年前如果在地上修建明渠非常的简单，但是如果在这样的地下修建暗渠，这种难度放到现在来说呀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修建坎儿井呢有2个必要的条件。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从天山的这个山上到脚下有一个很高的这个坡度的落差。吐鲁番呢是盆地，海拔最低的地方跟天山之间呢刚好有这样的落差，达到1000多米，这就保证这里的水呢可以从高处流往低处。第二呢，就是对土质的要求非常的高，挖坎儿井的土质一定要是含有沙粒的这种粘土，粘土才不容易坍塌，这样挖出来的坎儿井才会更加的坚固，更加的安全。这个呢就是坎儿井的竖井了，
下面有流水的地方呀，就是暗渠。这些呢，全部都是2000多年前呀用手工来开挖的。那么竖井的主要作用呢，就是通风跟提土，也是为了给坎儿井啊做一个路上的标记。如果下面哪里的暗渠出现了拥堵，也可以通过竖井来及时的检修。就像我们现在在马路上看见的很多的这个下水道的井盖一样。那么这些竖井最深的大概有将近100多米，最浅的也有好几米。所以挖井的时候啊，特别的危险，随时呢都会有塌方或者是缺氧的危险。那么这么危险的工作呢，它必须要由40岁以上、结了婚、有了孩子的人来完成这项任务。旁边这里呢就是坎儿井的暗渠了。暗渠呢是为了防止水分蒸发和引水入渠的作用。通过密密麻麻的暗渠啊，能够让天山水直接流到村庄或者是农田里面。那这么复杂的暗渠，它在几千年前没有导航，没有其他的科技，它到底是怎么进行开挖的呢？其实啊，一开始呢，维吾尔族人啊就已经自己研发导航了。第一个呢叫做油灯定位法，挖井的时候呢，他们在背后放一盏油灯，朝着自己影子的方向不断的挖，就不会偏离方向。第二呢，会在竖井里面放下一根绳子和木棍，把木棍呢拴在绳子上作为标记。挖井人挖一会儿呢，就回头看一下啊，自己的棍子有没有偏离。挖到最后的时候，2根棍子刚好呢是相向的一个方向。这就是2000多年前古人用了最简单的方法，却搞出了最伟大的工程奇迹，是不是特别了不起？坎儿井的目的呢，就是把水啊引到村庄里面，所以暗渠呢在往村庄里面方向挖的时候啊，会越来越浅，距离呢也会离地面越来越近，然后呢再引入水池，也就是坎儿井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叫涝坝。就像一个大的池塘一样，可以随时呀供村民用来灌溉或者是饮用。正是有了这样的方法，才能够让吐鲁番的百姓有了生存的源泉和希望。你看这里的天气这么热，如果不是坎儿井的话，我们不可能有机会能够吃到这里的葡萄跟哈密瓜。所以坎儿井啊，不仅仅是一个水利工程，它体现的是我们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对艰苦环境发出的挑战跟勇气。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关注我，下期视频啊，带你们一起走进新疆的火焰山。